民间常说农历7月鬼门开是个充满禁忌的月份，但在佛法看来，这不仅是1年1度的报恩月，更是老天爷给我们所有人的业力清算期。很多乡亲常问我，为什么一到下半年，特别是一进农历7月，有些人能迎来人生大转机，有些人却像被霉运缠身，喝水都塞牙缝，处处碰壁，甚至连健康、家庭都亮起红灯。其实这根本不是你运气不好，而是你过去积累的因果账单到期了。你上半年的起心动念，在这个天地磁场最敏感的月份，都会连本带利地跟你算清楚。这就是一场逃不掉的因果年度大考。请放心，今天我会陪着你一起拆解下半年面临巨大考验的3个生肖，并教你如何破局，同时为你揭开所有人都在不知不觉中触犯的修心3大禁忌。看完这支影片，你将学会如何用最简单的佛法智慧，把7月的危机彻底扭转成下半年的大好福气。不管你属什么，都能在这场因果大考中逢凶化吉，为全家人守住平安和财富。但是在这里我要先送给大家一句话，请各位一定要放在心上，别以为等一下的名单里没有你，你就安全了。农历7月，老天爷看的是你的心，而不是你的生肖。现在的平安可能只是暂时的，下半年的因果大考现在才刚刚开始。在因果面前我们凡夫俗子的万千供养，花再多钱去做法事，有时候都还比不上一次从心底发出的诚心忏悔。因果从来不欺负人，宇宙的磁场也不会骗人。所以我们正式开始解说这3大危险生肖之前，我想请荧幕前的各位菩萨现在就动动手指，在下方的留言区打上消灾免难这4个字。不要小看这个动作，当我们几万个人都在这里留下善念，这个留言区就会形成一个无比强大的正向磁场，能为你的下半年，为你的家人种下一颗平安挡灾的善种。准备好了吗？首先我们来拆解下半年面临巨大考验的第1个生肖，属蛇的朋友。属蛇的菩萨们，你们在今年下半年命宫里走进了一颗星，叫做卷舌星。光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跟什么有关，跟我们的舌头，跟我们这张嘴巴有关。在佛法来看，下半年就是你们口业的清算期，特别是一进入农历7月，这个无形的磁场一交叠，过去你无意间得罪的人结下的恩怨，或是前世未了的口舌恩怨，最容易在这个时候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。这段期间你们最容易遇到什么危险？就是祸从口出。一句无心的气话，可能就会把你命中注定的贵人给得罪光了，甚至让自己陷入流言蜚语的漩涡里，被小人在背后捅刀子。讲到这里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认识一位陈大姐，今年快60了，她就是典型的属蛇性格，精明能干，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但就是那张嘴名副其实的刀子嘴豆腐心。那年刚好也是农历7月，天气闷热得像个大蒸笼，
连吹过来的风都是烫的。傍晚，陈大姐在厨房里顶着轰隆隆的抽油烟机声准备晚餐，受到闷热天气与卷舌星负面磁场的双重牵引，她心里已烦躁到了极点。这时媳妇小婷下班回来，她今天在公司加了班，一回来就累得瘫在沙发上闭目休息，连鞋都没摆正。陈大姐端着菜出来，一看这画面，无名火瞬间冲上脑门，完全控制不住脾气。现在的年轻人真好命，回到家像少奶奶，我像个台佣一样在厨房吸油烟，连句辛苦都听不到，还要帮人家收鞋。小婷一肚子委屈，无奈地说：妈，我今天在公司很累，被主管骂了，能少说两句让我休息10分钟再洗碗吗？我少说两句，这个家要是我不说话不动手，早就变成垃圾堆了。陈大姐的声音瞬间提高了8度。这时候儿子从房间走出来，看到2个女人剑拔弩张，赶紧护着老婆打圆场。妈，小婷真的很累，您就别念了，菜我来端就好。这句话成了压垮陈大姐理智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她觉得几10年的辛劳竟比不上老婆的几句抱怨。好啊，你们夫妻联手欺负我，娶了老婆忘了娘，有本事你们自己搬出去，通通给我滚。这句滚字一说出口，空气瞬间安静了。媳妇红着眼眶，一句话也没说，转身进房随便收了几件衣服。儿子叹了重重的一口气，拉着媳妇出去了。大门砰第一声关上，把陈大姐一个人留在空荡荡的房子里。那顿晚餐陈大姐一口都没吃，她一个人坐在没开灯的客厅里，听着墙上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，看着桌上凉掉的饭菜，眼泪忍不住地往下掉。各位大哥大姐，你们说陈大姐后悔吗？她肠子都悔青了。她明明知道儿子背房贷压力大，明明知道媳妇其实很孝顺，过年还包了个大红包给她，她心里根本不是真的想赶他们走，她只是希望孩子们能哄哄她，体谅她的辛苦。可是那句伤透人心的狠话，就像泼出去的水，再也收不回来了。这就是典型的赢了口舌，输了感情，差一点点这个家就散了。这就是农历7月磁场带给属蛇朋友最严峻的考验。在佛法里，我们常说嘴巴是福报的漏斗。你今天去庙里捐了10万块，做了一整天的义工，对佛祖磕了几百个头，积攒了满满的福报，结果晚上回家对着老公对着媳妇破口大骂，造了口业。这福报啊，就像漏斗一样，哗啦哗啦全漏光了。越是亲近的人，我们越容易把最坏的脾气给他们，这其实是我们凡夫最深的执念。有位大德曾经说过一句话，非常适合在这个月送给属蛇的朋友：内不欺己，外不欺人。什么叫内不欺己？你明明心里是爱孩子的，是心疼家人的，这就是你真实的慈悲心。可是你偏偏要用最恶毒、最难听的话去武装自己，去刺伤别人。这是不是欺骗了自己原本善良的本心？你以为你骂赢了，其实你在因果的账本上给自己记下了一笔重重的亏欠。所以属蛇的朋友
下半年，特别是这个农历7月，你们要避开灾祸，保住平安的唯一解药就4个字：静坐修口。从今天开始，当你觉得那股无名火从肚子里窜上来，话已经到了嘴边，准备要开始酸人骂人的时候，请你马上做一个动作，转身离开现场，去厕所用冷水洗把脸，或者走到阳台吹吹风，深呼吸3次，在心里默念10声阿弥陀佛，把这股怨气压下去，把这句狠话吞进肚子里。你记住，你吞下去的不是委屈，是你为自己为这个家守住的福气。只要你在这个月能管住这张嘴，不跟人起冲突，不抱怨，不在背后议论人家的长短，你下半年的运势就会像倒吃甘蔗一样越来越甜。原本要找麻烦的小人会退散，生命中的贵人自然也会被你这份柔和的好脾气给吸引过来。各位菩萨，讲完了属蛇的朋友，我们现在要把目光转向今年下半年财库面临最大考验的生肖，也就是属猪的朋友。很多属猪的乡亲可能会觉得委屈，我平时为人和善，也不太跟人结怨，农历7月这业力清算怎么会算到我头上呢？各位，业力不是只有吵架结怨才会产生，佛家常说贪嗔痴是3毒，这3毒就是我们内心最容易引爆灾难的地雷。如果说属蛇的朋友下半年要面临的是嗔、脾气与口业的考验，那么属猪的朋友，老天爷在这个农历7月要考验你们的就是一个贪字。特别是今年下半年属猪的朋友受到星象磁场波动，你们的财库是非常不稳定的。在这个农历7月前后，你会发现身边突然冒出很多看似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可能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突然找你说有个保证赚钱的内线消息，或者你在手机上滑到什么高配息短期获利翻倍的理财专案，表面上看起来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好像老天爷终于要让你发大财了。但各位大哥大姐，请你们一定要竖起耳朵听好，在因果法则里，这些在磁场混乱期突然出现的暴利，往往都是精心包装的因果陷阱。我在这里跟各位分享一个真实故事，这是我认识的一位林阿伯的亲身经历。林阿伯今年65岁，属猪。他在传统的五金工厂辛苦做了一辈子的领班，每天吸着粉尘，流着汗，省吃俭用大半辈子，好不容易攒下了300万的养老金。前几年他退休了，本来日子过得平平稳稳，但就在去年农历7月前夕，他儿子看中了一间预售屋准备结婚，但头期款还差了一大截。林阿伯看着儿子每天为了钱发愁，心里很是不舍，总觉得自己这个做老爸的没能力，帮不上忙。这种想多赚一点钱帮孩子的念头，其实就是一切业力考验的开端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林阿伯在公园下棋，遇到了一位以前工厂的老同事。这位老同事穿金戴银，手里拿着最新款的手机，逢人就吹嘘自己最近加入了一个什么海外黄金互助私募基金，说是内部通道，每个月保证获利 10%。 一开始林阿伯还是有警觉心的，觉得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。可是随着农历7月越来越近，
那股无形的业力磁场开始蒙蔽他的理智。他连续几天看着老同事在手机上展示每天进账的数字，再想想儿子为了买房愁眉苦脸的样子，林阿伯心里的那个贪字终究是战胜了理智。他在心里安慰自己，我就把这300万放进去2个月赚个几十万，刚好给儿子凑头期款，然后我就马上拿出来，绝对不会有事的。于是林阿伯背着老伴偷偷去银行把定存全部解约，1毛不剩的汇进了那个所谓的投资账户里。接下来的那几个礼拜正是农历7月天气最闷热的时候，林阿伯经历了他这辈子最可怕的心理折磨。他根本睡不着觉，每天凌晨2、3点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就一个人躲在客厅，不敢开灯，只借着手机荧幕微弱的光，死死盯着那个投资软体里的数字，看着账面上的数字一天天变大，他心里有一种病态的兴奋，但同时他又感到一种难以呼吸的恐惧。他常常在半夜流下一身冷汗，心脏扑通扑通的狂跳，因为他心里其实很清楚，那300万是他一辈子的命啊。终于熬到了农历7月15中元节那天，林阿伯觉得赚得差不多了，按下了软体里的提领按钮，荧幕上转了2圈，跳出4个字：系统维护。林阿伯的手开始发抖，他又按了几次，结果整个软体直接闪退，再也登不进去。他吓得满身大汗，赶紧打电话给那位老同事，语音信箱打开通讯，那个几百人的投资群组就在那一瞬间被群长直接解散了，全没了。40年的血汗钱在农历7月这短短1个月里化为乌有。那天清晨，林阿伯一个人走到公园，坐在长椅上，看着天色慢慢亮起来。他不敢回家，不敢看老伴的脸，更不知道该怎么跟儿子交代。他甚至想过干脆走到大马路上给车撞死算了。那种从贪婪到焦虑再到瞬间从天堂掉进地狱的崩溃，是笔墨难以形容的。各位乡亲，林阿伯遇到的是诈骗集团，没错，但如果我们用佛法的眼光来看，为什么偏偏是在他心房最弱、磁场最混乱的这个时候，让他遇到了这个局？这就是因为内心的贪念被放大，引发了业力的反扑。老话常说，知足常乐，随遇而安。在佛法里，我们每个人这辈子能吃多少饭，能用多少钱，其实都是有定数的。这个定数就叫做你的福报，你前半生辛苦积累下来的福报，老天爷早就帮你存在你的财库里了。下半年属猪的朋友，你们的财库就像是一个装满了水的杯子，但是这几个月这张桌子在剧烈摇晃，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做？你应该用双手紧紧护住这个杯子，乖乖端着，那样一滴水都不会漏。但如果你因为贪心，觉得别人那里还有水，想要腾出一只手去接天上掉下来的雨水，你的动作一大，原本杯子里的水反而会全部打翻。所以在这个农历7月，属猪的朋友，请你们务必把这句话刻在心里，守住本心就是守住财富，不贪就是你下半年最大的赚。如果有人跟你借钱，不管交情多好，请你委婉的拒绝，
如果有人报你名牌，介绍你好康的投资，你就笑笑的听，左耳进右耳出，千万不要去碰任何你不懂的东西，更不要有我想捞一笔就跑的侥幸心理。把心静下来，看看你现在拥有的，虽然不是大富大贵，但一日三餐温饱，家人平安健康，这不就是世间最顶级的福气了吗？只要你们能在这个月克制住内心的贪念，不妄动，不强求，老天爷自然会帮你守住这份得来不易的平安与财富。各位乡亲，各位菩萨，前面我们讲了属蛇朋友的口业考验，也讲了属猪朋友的贪念陷阱。现在请大家稍微坐直身子，仔细听好。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生肖是今年下半年，特别是在农历7月这段期间，处境最危险、最容易发生无妄之灾的生肖，也就是属虎的朋友。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属虎的人天生自带威严，做事情雷厉风行，生命力特别旺盛，好像永远都不会倒下。但是各位，老天爷的规律是公平的。佛家讲述因果与宇宙运行的规律时，提到一个概念，叫做物极必反。属虎的朋友在经历了前半年的冲刺与消耗后，今年下半年因为岁运的强烈拉扯，你们的命盘刚好走到了一个能量最低谷的交接点，特别是一踏进农历7月，阴阳磁场剧烈翻转，你们会明显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跟烦躁感。这种能量的低谷会怎么表现出来？最明显的就是你的情绪会像坐云霄飞车一样，常常为了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。再来，你会觉得脑袋常常像蒙了一层雾，注意力不集中，做判断的时候特别容易出错。最可怕的是，因为身心能量极度虚弱，这时候外在的那些负面磁场，因果业力最容易趁虚而入，轻则引发多年未发的旧疾，重则就是我们民间常说的遇到车关跟意外。佛法里说的贪嗔痴三毒，属虎的朋友在这个月面临的就是痴的考验。什么是痴？就是看不清现实，固执己见，明明身体跟运势都在警告你要慢下来，你却偏偏要逞强，去跟命运硬碰硬。讲到这里，我要讲一个发生在几年前农历7月，让我到现在想起来都还会起鸡皮疙瘩的真实事件。这是我一位老朋友开连街大货车的运将林大哥的故事。林大哥那年54岁，属虎，作为家里的顶梁柱，2个孩子的大学学费和每月的房贷车贷像大山一样压在他肩上。那年下半年运输业不景气，为了多赚点钱，他连续2个多月日夜颠倒的跑车。到了农历7月，他已濒临崩溃，全靠提神饮料硬撑着那口气。农历7月初7下午，林大哥载着几十吨重的钢卷准备回台北。那天天气非常诡异，天空突然被乌云罩住，降下我们夏天特有的西北雨。狂风暴雨中，雨刷开道，最快也看不清前路。高速公路上车流龟速前进，听着震耳欲聋的雨声，看着手表上快要错过的交货时间，
林大哥心里升起一股极度的烦躁。此时车流微动，前方是一个准备下交流道的路口。凭他30年的经验，在这种视线极差、路面冲积水的恶劣状况下，开着满载的连接车绝不能抢快。但在极度疲劳与7月混乱磁场的干扰下，他心里的痴念发作了，满脑子只想快点送完货回家休息。前方号志灯由绿转黄，正常情况下大车必须提早踩刹车，但他却鬼使神差地踩下油门想要抢灯。就在车头越过停止线的瞬间，右边一辆白色小轿车因视线不清违规切入主线，硬生生卡进大车正前方。林大哥大脑一片空白，本能的死死踩住气压刹车。几十吨重的连接车在积水中发出刺耳的摩擦声，巨大的惯性让后方钢卷恐怖撞击，车头失控打滑。看着前车越来越近，他脑中像跑马灯般闪过生病的老婆和读书的孩子，心想：完了，这个家要毁在我手里了。嗡，车终于停了下来，周围死一般寂静，只有大雨倾盆。他大口喘息，惊恐地发现大车保险杆距离前车只剩不到5公分，只要再往前滑行半公尺，小车必成废铁，自己也可能没命。林大哥颤抖着推开车门，直接跪在积水的高速公路路肩上，在狂风暴雨中嚎啕大哭。他不是被吓哭的，而是深深的懊悔与感恩。他知道是老天爷在最后关头拉了他一把，硬生生的把他从鬼门关前拽了回来。各位乡亲，林大哥的故事就是因果磁场给我们最震撼的警告。当你的身心能量低落到极点，当你的理智被痴念蒙蔽时，灾难往往就在那0点几秒之间发生。一位高僧曾经留给世人一句非常有力量的话：一切随缘，不怨不尤。这8个字就是属虎的朋友在下半年保命护身的最高指导原则。什么叫随缘？就是你要学会承认自己的极限，你要学会认怂。在这个农历7月，如果觉得累了，就马上停下来休息，不要硬撑。如果今天运气不好，生意被抢了，合约没签成，不要去抱怨，不要去发脾气。你要在心里告诉自己，这是在帮我挡灾，这是在帮我消业。属虎的菩萨们，你们的强悍留给前半生就好。这个下半年，请你们务必慢下来，开车慢一点，说话慢一点，做决定慢一点，把你的脚步放慢，让你透支的能量慢慢回流。你要知道，真正的强者不是永远都在冲锋陷阵，而是懂得在风暴来临的时候安静的蛰伏。只要你们能熬过这个磁场混乱的月份，把健康顾好，把心定住，下半年过了中秋之后，属于你们的福报跟好运自然会水到渠成，重新回到你们身边。各位乡亲，各位菩萨，刚刚我们讲完了下半年面临生死交关、财运考验与口业试炼的3大重灾区生肖。这时候荧幕前属猴、属龙、属狗还有属牛的朋友，或者是其他刚好没被点到名的生肖，你们心里是不是偷偷松了一口气？是不是觉得呼，阿弥陀佛，好险没有我，
看来我下半年可以高枕无忧，躺平过日子了。各位朋友，如果你现在心里冒出了这个念头，请你马上立刻把它收回去。为什么？我在这里要郑重地提醒大家一句话，这也是大家在看这支影片时必须要记在心里的通关金句。别以为名单没你就安全了。农历7月，老天看的是你的心，而不是你的生肖。在我们佛教的因果观里，有一种东西叫做共业，还有一种东西叫做别业。生肖的运势，那只是宇宙星象带来的天时，它顶多只能算是外在的环境，但真正决定你下半年会不会逢凶化吉，能不能平平安安的，是你在农历7月这个特殊时间点上的起心动念。弘一大师曾经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，人人都有业，处处是道场。什么意思呢？就算你的生肖下半年有吉星高照，但如果你在这个磁场最混乱、天地交接的农历7月，动了不该动的贪念，发了不该发的脾气，造了不该造的口业，你同样会瞬间把自己的好运磁场给破坏殆尽，招来无妄之灾。所以接下来我要特别点名几个终极警戒的陪跑生肖，特别是属猴、属龙、属狗、属牛的朋友，你们下半年的运势的确有吉星在微弱的闪烁，表面上看起来顺风顺水，但你们最大的危险根本不在外表，而是在于2个字：内耗。农历7月是一个磁场翻转的月份，你们因为觉得自己运势不错，防备心就会降到最低，这在兵法上叫做大意失荆州。你们下半年最容易遇到的不是那种惊天动地的大灾难，而是一把又一把杀鸡儆猴的软刀子。什么叫软刀子？第一把软刀子叫做人情债与熟人借钱。你可能突然会接到一个很久没联络的老同学、老同事的电话，开口就是：兄弟啊，我最近周转不灵，能不能借个5万、10万应急，下个月一定还。这时候你借还是不借？借了，这笔钱大概率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，最后连朋友都做不成。不借呢，你心里又觉得过意不去，觉得自己见死不救，每天为这件事烦心，这就是严重的情绪内耗。第二，把软刀子叫做反复无常的慢性健康问题。你不会遇到什么大车祸，但你会发现一进农历7月，你整个人就像泄了气的皮球，莫名其妙的意志消沉，或者是以前的老毛病，像是腰酸背痛、偏头痛、严重的失眠，突然在这个月全部找上门来。你每天精神恍惚，做事情丢三落四，结果在工作上签错了合约，汇错了款，在细节处狠狠地翻了车。各位菩萨，这些软刀子搁在身上，虽然不会马上致命，但它会一点一滴地把你下半年的好运跟福气给放光啊！所以我在这里要送给所有不在重灾区名单上的生肖一句话：运势好的生肖更要懂得惜福，因为福报这东西是用一点就少一点的。现在的平安只是暂时的平静，下半年的因果大考对所有人来说才刚刚拉开序幕。不管你属什么，只要你是个人，只要你还有七情六欲，
在这个农历7月，你就必须要如履薄冰。那么面对这样诡谲多变的磁场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办？有没有什么是所有生肖都能通用，能帮我们完美避开地雷的防护罩？在我们正式公开弘一大师的改命秘籍之前，我必须先非常严肃地警告各位，在农历7月这段期间，有3个修心禁忌。不管你属什么生肖，不管你今年运势多旺，只要你踩中了一个，就等于是主动把你家大门打开，把那些负面的业力跟晦气通通请进门。请大家务必竖起耳朵听好，这3大禁忌一个比一个容易犯。第一个禁忌，忌深夜怨天尤人。我们常说子时阴气最重，也就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1点。农历7月的天气闷热，很多人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到了半夜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心里那些委屈，那些不甘心就特别容易跑出来。你可能一个人坐在客厅叹着气想，为什么我这辈子这么命苦？为什么别人赚钱那么容易，我却每天做牛做马？为什么我老公就是不体贴？为什么我小孩就是讲不听？各位大哥大姐，请你记住，在佛法里，怨气是一种非常低频、非常黑暗的磁场。农历7月，天地间原本就充满了许多无形众生和浮躁的磁场。当你在深夜里怨天尤人、唉声叹气的时候，你散发出来的这种强烈负能量，就像是在黑夜里打开了一盏巨大的探照灯。那些在外面游荡的带有晦气的负面磁场，一看到这盏灯，就会像飞蛾扑火一样，全部往你身上集中。你越抱怨，你的磁场就越黑，你的磁场越黑，你下半年的运气就越衰。所以7月的晚上如果睡不着，宁可听听轻音乐，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也千万不要在深夜里反复咀嚼你的痛苦。把心放宽，天亮之后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。第二个禁忌，忌在背后议论是非。各位，农历7月是什么月？是业力清算月在这个月，因果清算的速度比平时还要快上10倍。很多乡亲平时没事，喜欢聚在公园榕树下，或者在左邻右舍的客厅里泡茶聊天，聊着聊着就开始八卦了。你听说没？街角那个老王，他儿子好像在外面欠了钱，那个谁家的媳妇真的是有够不懂事。你以为你只是随便说说，过过嘴瘾，在无形的因果账本上，这叫做造口业。我们前面讲过，嘴巴是福报的漏斗，在农历7月这个磁场最敏感的时期，你在背后说的三言两语，很容易就会被无形的磁场放大，最后化成一把锐利的尖刀刺向当事人，然后再100倍1000倍的反弹回到你自己身上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没做什么坏事，却总是无缘无故招惹小人，甚至惹上官司。因为你不知不觉中已经用你的嘴巴把自己的福气给漏光了。管好自己的嘴，不说别人的坏话，不传未经证实的八卦。在这个月当个哑巴，有时候是你保全福报最高明的智慧。第3个禁忌，既随意承诺却不履行，发虚愿。这个禁忌是最多人无意间会犯的。在我们佛法里，
这叫做发虚愿。什么叫发虚愿？举个最常见的例子，有些人在农历7月觉得心里毛毛的，或者刚好遇到一点困难，跑去庙里拜拜，心里就暗暗发誓，佛祖保佑，如果这笔生意能谈成，我就吃素1个月，或者如果我孩子考试顺利，我就来捐1万块香油钱。结果呢，生意谈成了，孩子考上了，你转头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，想说，哎呀，佛祖慈悲，不会跟我计较啦。各位，佛祖当然不会跟你计较，但因果会跟你计较，宇宙的磁场会跟你计较，不仅是对神明，对人也是一样。你随口答应老婆这周末要陪她回娘家，结果为了跟朋友打牌而爽约。你答应小孩暑假要带他去游乐园，结果一句我很忙就敷衍过去。在这个农历7月，天地间有无数的双眼睛在看着我们，你轻易许下的承诺，如果没有做到，就会在你的命盘上留下一个信用的破洞。这种虚愿发多了，你就会发现下半年不管你做什么事，总是会在最后关头临门一脚，功败垂成。本来要帮你的贵人也会突然转身离开，因为你的磁场里已经充满了不守信用的负能量。所以7月期间做不到的事情，千万不要轻易开口。一旦答应了别人，或者是对天地许下了诺言，就算咬着牙拼了命也一定要去完成。各位乡亲，避开了这3大禁忌，我们就等于是穿上了一件基础的防弹衣。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在下半年的因果大考中不仅全身而退，还能扭转乾坤，迎来好运，那我们就需要更强大的武器。接下来我就要把辟劫的3个妙方毫无保留地教给大家。弘一大师曾说，心不妄动则气不乱。各位，农历7月的磁场就像是一大杯被搅动的泥巴水，里面什么杂质都有。如果这个时候你也跟着心浮气躁，每天急急忙忙的想赚钱，想投资，想找人理论，那你这杯水只会越搅越浑浊，最后连路都看不清，肯定会跌进坑里。所以越是混乱的时候，我们越要按兵不动。这就是第一方以静制动，修持定力。我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实操方法，从今天开始，在这个农历7月，请你每天强迫自己抽出短短的10分钟，不用多，就10分钟。你可以是在早上刚起床的时候，或者晚上睡觉前，找一个安静的角落，把手机关静音，你就坐在沙发上，或者是盘腿坐在床上，闭上眼睛，什么都不要想。如果脑袋里还是一直在想房贷、想工作、想婆媳问题，那你就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，深吸一口气，慢慢吐出来，或者你就在心里默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如果不会背心经，那你就反复默念阿弥陀佛这4个字。这10分钟在佛法里叫做修定力。当你闭上眼睛，把心静下来的时候，你原本混乱的磁场就会开始沉淀，那些泥沙会慢慢沉到杯底，你的智慧之水就会变得清澈。有了这份定力，当你在外面遇到马路三宝，遇到奥客，遇到小人挑衅的时候，
你就不会像火药一样一点就炸，你就能完美避开那些可能让你破财伤身的无妄之灾。接下来是第二方，慈悲布施转化业力。讲到布施，很多乡亲第一个念头就是哎呀，我每个月房贷都快缴不出来了，哪有钱去庙里布施去捐款啊？各位，这就是大家对佛法最大的误解。真正的布施根本不需要花钱。弘一大师非常提倡佛陀教导的7种无财施，意思就是就算你身无分文，你一样可以做7种最高级的布施，为自己积累庞大的福报。在农历7月这个所谓的报恩月，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用这些无财施来主动与正向的报恩磁场接轨。我挑其中最容易做的3种教给大家。第一种叫言施，就是和颜悦色。你今天下班回家，明明累得半死，但你进门那一刻没有摆臭脸给老婆看，反而给她一个微笑。你走到社区门口，对着满头大汗的保全大哥笑着点个头，这一个微笑就是一道强大的正能量，能化解人与人之间的冰冷与怨气。第二种叫言施，就是说好话。孩子今天考试考差了，你不要一开口就骂他笨，你换个说法，没关系，妈妈知道你尽力了，我们下次一起努力。老公今天帮忙洗了碗，你不要嫌他洗不干净，你说一句，老公谢谢你，你辛苦了。在农历7月，把你原本用来抱怨指责的力气全部拿来赞美跟感恩，你的这张嘴就是最强的聚宝盆。第3种叫眼施，就是用慈悲的眼光看待别人，不要一天到晚用锐利的眼神去挑别人的毛病，看别人不顺眼。各位乡亲，当你在农历7月对身边的人释放出这些善意的时候，你身上就会发出一种温暖慈悲的光芒。这种光芒就是世间最强大的护盾，任何阴暗的倒霉的磁场一碰到这道光，马上就会灰飞烟灭。最后是第3方家居清净，调整频率。我们常说1命2运3风水，很多乡亲喜欢花大钱去买什么水晶洞、八卦镜挂在家里辟邪，但其实弘一大师的智慧告诉我们，世间最好的风水就在你自己手里，那就是你的居家环境。在农历7月，请大家一定要做一件事，断舍离。你的家就是你身体的第2层皮肤，你家里的磁场直接决定了你这个月的运势。如果在这种磁场敏感的月份，你家一进门的玄关，鞋子丢得满地都是，散发着臭味，客厅的茶几上堆满了过期的账单跟杂物，卧室的床底下塞满了几百年没穿的旧衣服。各位，这些杂乱停滞的东西在风水上叫做阴气与煞气。财神爷一走到你家门口，看到这幅景象，早就掉头走人了。反而那些喜欢混乱、喜欢阴暗的负能量，全都会跑到你家里来做客。所以这个周末，请你卷起袖子，把家里好好打扫一遍，把玄关不穿的破鞋子全部丢掉，让气场流通，把冰箱里过期发霉的食物清干净，把卧室的窗户打开，让阳光狠狠地晒进来，
让空气流通。阳光就是宇宙间最强的阳气。当你把家里打扫得窗明几净，通风明亮的时候，你等于是在帮自己的家做了一场最高级的净化法事。住在这样清净的环境里，你每天吸收的都是干净明亮的频率，你的身体自然会健康，你的脑袋自然会清醒，那些晦气跟霉运自然就会离你远远的。各位乡亲，各位菩萨，我们今天聊了因果，聊了磁场，也教了大家弘一大师保命护身的智慧。说到这里，这支影片也接近尾声了。我知道很多长辈从小就告诉我们，农历7月鬼门开，外面有很多不干净的东西，教我们要害怕，要忌讳，要躲避。但是今天我想邀请荧幕前的每一位菩萨跟着我一起，把我们心里那份深沉的恐惧转化为慈悲。在我们佛教的眼光里，哪里有什么可怕的鬼怪？那些在7月来到人间的无形众生，其实都是在六道轮回里受苦，无家可归的可怜生命啊！佛经上说，一切众生皆是我们过去生中的父母、兄弟、亲属，他们可能曾经像你现在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，深深地疼爱过你。现在他们受苦了，只能在7月出来讨一口饭吃，我们怎么能只顾着自己害怕，甚至用厌恶的心态去驱赶他们呢？所以农历7月真的是一个教孝月，是一个报恩月。当我们晚上走在路上，如果感觉到一阵凉风，或者心里觉得毛毛的时候，请你不要害怕，你就在心里默默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愿你们离苦得乐。当你用这份包容与慈悲的心去对待这些无形众生的时候，你的心量就打开了，你身上就会散发出像佛菩萨一样温暖的金光。那些众生不但不会伤害你，反而会感恩你，在无形中护佑你。对于今年下半年运势比较低迷，特别是刚刚我们点名到的属蛇、属猪、属虎的朋友，我想用弘一大师的一句话给你们最大的底气：心不妄动则气不乱，气不乱则命自安。各位大哥大姐，世间最强大的护身符，从来不是你去庙里花几万块买来的珠宝玉石，也不是多昂贵的法器，而是你内心深处的正知正见。如果你在这个月刚好遇到了倒霉事，受了委屈，破了小财，甚至生了场病，请你一定要转念，千万不要怨天尤人，你要在心里欢喜地接受，告诉自己太好了，老天爷正在帮我消业障，这点苦吃完，我下半年的大好福气就要来了。把每一次的挫折都当成是因果大考里的加分题，心态一转，灾祸就散，最后因果不虚，善念相吸。为了帮助大家平平安安度过这个磁场动荡的下半年，我想在这里邀请荧幕前的每一位大哥大姐，每一位善心菩萨，我们一起来做一场殊胜的网络祈福仪式。请大家现在就动动手指，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区写下你对自己、对家人的祝福。你可以写下愿家人平安健康，消灾免难，或者是简简单单的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请大家绝对不要小看这个动作。当我们这支影片有1万人、
10万人观看，每个人都在留言区留下一句善言，一个善念，这个小小的留言区就会瞬间汇聚成一个无比强大的正向磁场。这就像是我们几万个人在网络上共同盖了一座虚拟的大庙，为彼此点上了一盏消灾平安灯。你留下的每一句祝福都会成为照亮别人，也护佑你自己的光芒。在佛法里，这叫做法布施。你今天动动手指分享出去的智慧，可能刚好就能阻止一个属虎的朋友去开快车，或者救了一个属猪的朋友免于被诈骗破财，又或者让一个属蛇的朋友挽回了快要破裂的婚姻。你在无形中拯救了一个家庭，这份法师的功德绝对是无量无边的。愿这份弘一大师的慈悲与智慧能化作无形的护盾，护佑您与您的家人下半年平平安安，逢凶化吉，福慧双修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这支影片能为您带来一点点心灵的平静与启发，诚挚地邀请您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对我们是莫大的鼓励，也能让这份善念与智慧持续陪伴您的每一天，让您不会错过每一次结善缘的机会。感谢您的陪伴，我是您的老朋友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。